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类这个物种其实自带一个逻辑死循环？按照进化论，我们应该像野兽一样，为了生存疯狂掠夺、扩张、延续私欲。但诡异的是，2500年前，地球上最聪明的几个人——佛陀、老子、苏格拉底，竟然在完全没见过面的情况下，同时告诉全人类，放下自我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一套生物系统里的自毁程序，对吧？但如果我告诉你，这或许不是玄学，而是宇宙为低级文明设定的一道安全防火墙。今天我们要拆解一个足以颠覆你进化观的真相：无我并不是宗教，它可能是跨入星际文明的初中物理。如果人类仅仅是进化的产物，无我这种反本能思想根本不该出现。除非……真相更震撼，我们的肉体是进化的，但意识也许是高维信息的投影。正如2001太空漫游的暗示，进化到一定程度，生命必须抛弃肉体，抛弃自我，才能成为星童。你要明白，自我只是一级助推火箭，在荒野时代，它提供原始动力带我们升空，但要进入深空，你必须果断丢弃这级火箭。那些死死抱着我执不放的文明，最终会被自身的重力拽回地心，成为进化的失败者。为什么星际文明不与我们握手？也许因为自我就是造物主的安全协议。一个文明如果还没学会无我，却率先掌握了核能或者强 AI， 它几乎注定会死于内耗。这是低商生物的宿命。在高阶文明眼中，无我不是高深哲学，而是文明启动的必备条件。只有当你意识到万物一体，你才具备了接触宇宙真理的资格。否则，我们只是泥潭里为了几块石头打得头破血流的猴子。而无我，就是那张通往星辰大海的入场券。2500年前，佛陀悟道，老子西出函谷关，苏格拉底开启思辨。他们从未谋面，却在同一时代点燃了同一种觉醒。这绝非巧合。如果我们把文明看作一段程序，那么这群圣者更像是来自未来的高级程序员。他们在人类还茹毛饮血的时候，就强行在我们的底层代码里植入了无我的预言。他们跨越时空喊话，不是为了安慰苦难的灵魂，而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终极生存协议。那么，无我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先把问题放在这里：无我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我会在这一季里一点点展开。很多人说，全员无我，人类不就消亡了吗？这种恐惧就像一个住在破草屋里的人，因为舍不得腐烂的房梁而拒绝摩天大楼。他无法想象更高阶的结构。消亡只是旧模式的结构，就像碳原子从煤炭重组为钻石，结构变了，价值也质变了。在凡夫眼里是死亡，在宇宙眼里却是破茧成蝶。毛毛虫消失了，但生命学会了飞翔。当我直坍塌，大脑不再是孤岛，而可能连接成一个拥有无限智慧的超个体。
佛家说阿赖耶识，有人说阿卡西记录，也许所谓的成仙，不过是意识结构的一次升级。新的一年，愿你那些焦虑、杂讯和执着，都能完成一次最美的坍塌。心坍塌成光，照亮回家的路。如果这个视角让你对世界有了新的理解，请点赞并分享。毕竟我们都是在泥潭里仰望星空的猴子，唯一的区别是，有人决定不再盯着手里的石头。我是恒之，我们星辰大海见。